当地时间5月20号，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乘直升机视察库尔斯克州期间，乌克兰发动了一场针对其专机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防空师指挥官尤里·达什金披露，俄军在此次袭击中拦截了至少46架无人机，但未提及其他的导弹或火炮攻击，暗示乌方并没有充分掌握普京的行踪，存在一定的情报模糊性，所以只能发动试探性打击。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解读一下这起遇袭事件。其实说到刺杀，首先就要确定目标的行踪，随后再根据这一信息确定应该实施的刺杀方式。从俄军近年频发高级将领遇刺事件来看，关键人物的行踪信息泄露无疑是乌克兰总能发起刺杀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24年基里洛夫中将在电动滑板车炸弹袭击中身亡，就暴露出俄军及政府系统存在严重内鬼问题。乌克兰安全局与国防情报总局在美国 CIA 的支持下，以构建起深入俄本土的情报网络，通过招募俄境内的意见分子，利用加密通讯破解技术来获取俄罗斯内部的敏感信息。在基里洛夫遇刺案中，乌方甚至通过电动滑板车植入炸弹来实施精准暗杀，显示其渗透能力已达到战术级别的精确操控，能够锁定基里洛夫最有可能选择的滑板车。此外，乌情报机构还通过 AI 算法分析俄军社交媒体活动，结合开源情报技术，构建出包括高层形成规律在内的动态数据库。例如美国 Clearview AI 公司就向乌克兰开放了包含100亿张人脸图像的数据库，其中20亿张来自俄罗斯社交平台 Contact。 如此庞大的数据库可以帮助乌克兰快速识别相关俄军人员身份及关键信息。当然，在本次普京遇刺事件当中光是在技术上实现监控还不行，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战略预判能力。就目前来看，北约电子战系统与卫星侦察技术应当构成了乌方锁定普京行踪的核心支撑。英国皇家联军军种研究所报告指出，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机载电子战能力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但通过共享数据链和协同侦察体系，仍能实现对俄高价值目标的实时追踪。像是刺杀案件发生的库尔斯克州，其本来就是俄乌冲突前线，普京视察该地的可能性一直较高。乌方结合过往形成规律与前线军事动态，可预判其活动范围。例如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兵力调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卫星图像分析和无线电信号截获被乌方掌握，进而推断出总统视察的潜在时间窗口。此外，乌方使用的无人机采用了卫星导航加视觉制导的复合模式，并配备有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规避干扰并对移动目标实施集群围攻。这种技术路径使乌方在核电子战压制下仍能保持一定的侦察和攻击能力。但俄军拦截46架无人机的结果也表明，乌方对专机坐标和护卫部署的情报依旧存在误差，导致乌克兰在整场刺杀行动中都未能形成饱和打击，自然也就无法达成行动目的。不过乌克兰做到了哪一步是一方面，俄罗斯在刺杀案件发生后采取了哪些反应又是一方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俄罗斯面对乌克兰的刺杀行动的表现。首先，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对此次刺杀案件的发生遮遮掩掩，而通过官方媒体主动披露了袭击细节，意在塑造普京亲临险境的硬汉形象，来强化国内的凝聚力。通过电视直播防空部队的拦截无人机的画面，俄政府将该起刺杀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为后续军事升级提供舆论铺垫。俄媒还强调，普京在袭击期间坚持完成视察任务，并通过今日俄罗斯等平台向全球渲染乌方非对称作战的非法性，试图削弱乌克兰的国际道义支持。这种叙事策略既服务于国内政治动员，也为可能的外交行动创造话语基础。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乌方对此次袭击采取了既不正面确认也不完全否认的态度，可能是为了保护目前在俄罗斯情报网络中的内线，同时避免过早暴露自身技术能力的具体细节。毕竟面对乌方的情报渗透与技术挑战，俄罗斯也有可能采取军事、情报和外交等多维度反制措施的。首先，俄方可能加大对乌基础设施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并延续5月20号以来日军拦截数百架无人机的作战强度，来摧毁乌克兰的能源交通枢纽，削弱其持续的作战能力。事实上，俄罗斯黑客组织沙虫就曾使用 Interstoria 2恶意软件来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并且其在未来还可能针对乌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来实施定向渗透，去瘫痪 SBU、GUR 等乌克兰特工组织的指挥链路。而在战术层面，
俄军已经开始部署光纤制导无人机，通过物理线缆传输数据，完全避开电磁干扰的威胁。即使在乌军强电磁压制下，仍能保持稳定通信，并引导炮兵打击目标。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局也可能会启动大规模反间谍清洗，尤其是针对那些能够接触到俄高层形成的军事安保部门。未来的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加强通信加密、采用量子密钥分发等技术，提升抗破解能力，对敏感岗位人员实施生物识别门禁和异常行为的分析系统，防止内鬼泄露信息。随后再通过微强电子侦察系统来追踪乌方无人机遥控信号频谱，反向定位并摧毁其控制站。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乌克兰的刺杀行动链基本已经被俄罗斯掌控，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一点，那就是俄军迄今为止都没有对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发动比较彻底的打击行动。毕竟这样会激化民族仇恨，使俄去纳粹化的叙事破产，反促乌民众抗议意志升级。毕竟俄乌冲突本质上还是地缘消耗战，俄方的目标是要让乌克兰接受领土现状，核心策略则是以打促谈。而历史经验表明，俄更倾向通过各种审判活动和各种经济施压行为来进行象征性的报复，而非物理清除敌军的高层人物。例如，俄罗斯法院曾经以叛国罪判处多名乌官员刑罚，尽管这些乌克兰官员当时都缺席了审判，并且俄罗斯还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乌克兰高层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样的报复手段不仅更加具有权威性，还避免了俄军直接行动带来的政治风险。因为就算俄军具备精确打击能力，斩首行动也同样需要承担误判风险。如果搞错了目标、人员的行踪，那可能真的就要伤及无辜，带来后续很多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况且泽连斯基的行踪也高度保密，常常变更办公地点，即使俄军想要发动高精度导弹袭击，也难以确保对移动目标的绝对命中。此外，北约对核威胁的敏感度极高，直接针对国家元首的攻击可能触发局势失控。参考2023年核对乌爱国者导弹阵地打击引发后续外交风波的情况，任何涉及国家元首的行动都可能被北约视为红线，导致后续的军事介入和事态升级。如果我们再从技术层面去看，还会发现乌克兰方面已经建立了多层次防空体系，包括美国爱国者导弹和德国 IRIS-T 系统，他们在实战中已经证明对高超音速目标有一定拦截作用。尽管这些装备在研制之初并没有针对导弹袭击做过专门优化，俄罗斯若是冒险实施斩首，可能面临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和军事反制，进一步加剧战略孤立。所以就目前来看，刺杀行动真不像是能够改变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性事件。至于乌克兰还会不会发起第二次行动，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